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社区作为人口活动及其碳排放的重要场所，是构建低碳生活、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近年来，中国各地充分利用自身条件，有条不紊地推进低碳社区的建设，厚植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系列报道《美丽中国的绿色底色》，今天来看第5集《社区里的低碳故事》。零碳社区是趋势所在，未来城市社区又该如何实现零碳呢？北京在探索中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朝阳区光西门北里29号楼建于1987年，这是北京市首个既有公共建筑改造的零碳建筑。经过零碳改造后，建筑房顶、幕墙、瓦片都装有光伏板，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年发电量超过6万度，可以满足楼内大部分用电需求。这个呢，就我们的光伏幕墙啊，光伏幕墙呢，实际上它本身既有咱们石材的这种质感啊，本身呢还可以通过太阳能来进行发电。太阳能呢，满足了我们全年整个建筑的能耗。那么剩下还有多余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桩，可以通过充电桩呢，给我们电动汽车进行充电，那么实现呢我们汽车和我们建筑之间的交互。主动发电，被动节能。光西门北里29号楼应用了高性能非透明维护结构保温技术、高性能门窗技术、无热桥处理措施、高效热回收技术等20项节能技术，将建筑本体的能耗降至改造前的66%。墙面呢，原来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砖墙啊，3期的砖墙。那我们在上面呢，我们做了砖墙就是这。对，就这个，对，粘土砖墙。现在来看，这是吧？然后这边做着保温，5层做着保温，对，然后里头还有我们考虑了防火隔离带啊，做了保温以后呢，这样让我们的整个墙体呢更厚实，是吧？里头呢热量呢也更不容易散失出来啊，所以我们冬天呢就取消了原来的集中供暖，把暖气片都不要了，直接采用呢空气热泵。到冬天的时候，通过空气热泵呢，把空气里头的热量搬到屋里头来；到夏天的时候呢，那么把屋里头热量再搬到外面去，这样实现我们冬季和夏季的里头的温度的恒定。为了实现对建筑节能效果的动态监测，楼内引入了一套可视化的智能监测系统，在屏幕上实时反馈当前的空气质量、光伏发电数据、建筑用电数据、设备能耗等方面的监测数据。我们这个建筑啊，真正实现了零能耗、零排放。今后我们还将针对不同类型的建筑进行零碳和低碳改造的深入研究，为北京市乃至全国以后大规模的既有建筑改造和实施提供更多的经验。住建部数据显示，中国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已经超过90%。全国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已经有400万平方米，增长至20多亿平方米。“14·5”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要全面建成绿色建筑，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让建筑绿起来，为城乡建设领域2023年前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